开始在摇摆。整个世界开始在摇摆。看得直流口水，流眼泪啊！这世界吃饭有点晚，我那个，我怕那个叫外卖那个中午高峰的时候，我是说等那个高峰结束了我再叫外卖。好难吃啊！这是麻辣拌吗？感冒了吗？没有感冒，我是那个昨天喝酒了，宿醉。很难吃，这家真的很难吃。星座笔记在上不上啊？你们不来看我直播就不知道上不上。我每次一直播都会跟大家说，我今年肯定会上。现在没有自己做饭吗？我在酒店里边，酒店里做不了饭啊。真的很难吃，怎么做的这么难吃？这家什么肉菜能做的这么难吃？很难吃，就别人吃播都说哇好好吃，就我这个是真难吃。它这个叫麻辣拌，然后跟麻辣烫是一样的，但是麻辣拌的料，麻辣拌怎么可能有汤呢？谁吃过麻辣拌？麻辣拌是没有汤的。
对呀，对呀，跟麻辣香锅是差不多的，但是它酸甜甜的那种啊，这个就是麻辣烫，也是酸酸甜甜的，麻辣烫酸酸甜甜的，好吃吗？不好吃，真的难吃。丹青老师，你男朋友呢？那我花钱买的呀，那我不吃不浪费吗？我买了2个，花了好多钱，真的不好吃。这一份几个钱？反正这两个加起来是80多，啊，不是贵，这不算贵，我觉得不算贵，但是就难吃嘛。这个点才吃饭，挣钱要注意身体哦。我没挣过钱啊，最近几年都不挣钱。我是因为昨天喝多了，然后才起来。怎么不叫小薇吃饭呢？小薇在工作呀。而且我跟小薇见的次数，她也太多了吧？就是我来这几天，每天晚上都跟小薇见面，就是觉得不要24小时天天就是都黏在一起吧。小薇是我的好朋友，北京的好朋友。喝多了会想前任吗？哪个前任？小薇是大夫吗？是大夫吗？小薇是那个，是我每次剧里边，哎，小薇都不知道是谁呀？小薇呀，小薇都不知道是谁呀？看没看过我的剧呀？可愁死了。哎，对了，高志鹏的经理，小薇是脸大那个，我们剧里谁脸小啊？脸都挺大的，我脸不大，但我脑袋大，我是脑袋大。吃减脂餐，减脂餐带辣椒吗？辣。
挺辣的。对，你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什么？我是小头了。我要是把那个特效关了，你们就觉得脸脑袋特别大。抖音不是有一个缩小头这个功能吗？没有。瘦脸我没开，麻辣拌，对的，这麻辣拌真的是，我之前吃过那个东北的麻辣拌，抚顺的麻辣拌，很好吃。然后，会时不时的就想点，因为我在南方没有嘛。结果这次来北京，然后我就说那点一个尝尝，结果很难吃。张瑞是谁啊？是不是习惯了点2人的菜？我一直都是这样，我在吃这块不节省，就是我特别是在出门在外的时候，我非常不节省。你就比如说我要在家的话，我可以不花钱，或者说我很节省，我可以点外卖，我可以点那个，甚至都不点外卖。但是我要出来的话，我外卖就很贵。昨天你看，我每次来北京喝酒的话，基本上喝酒都要8000、1万左右。昨天是小薇啊，小薇给我转了5000块钱，所以我昨天实际上付了3000多。4瓶酒啊，4瓶酒要8000多。就对这些东西我不节省。那我觉得北京就是一个花钱的地方，你在北京你节省的话，我觉得也节省不下来。而且我觉得你花的每一分钱其实它都有用啊，就是都不是说在浪费，我就不会浪费。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昨天本来我不想去喝酒的，然后就没什么事儿干，我说那我喝酒吧，因为我喝酒一般我不去圈子里的酒吧，因为我自己是开酒吧的，然后我就知道圈子里的酒吧其实没太大的营养。然后我来北京的话，我就去那一家酒吧，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了，但他那边消费就是贵嘛，2瓶酒要3000多。然后昨天我就那个就是跟小薇说，我说你请我喝酒，然后小薇就给我转了5000块钱。然后在等小薇的时候，因为小薇他们那个从工作室过来，然后等的过程当中，那个老板就带了一个人过来，就说：“哎，这个百里，这是你的粉丝。”我这种情况下，然后我看了那个人，我说这个人，我心里在想，他领来那个人他不像 gay， 但是那个人一定是比较厉害的人物。
就是我觉得一定是厉害的人物，是优秀的人。他说啊，我是你粉丝，我看你的剧，听你的歌。然后后来我问他是那个就是我就问说那个就做什么的，确实很厉害啊，是做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能去那个酒吧消费的人也都是蛮厉害的。就那个酒吧一般的，就是那个酒吧 gay 是消费不起的，我觉得就是很贵嘛，而且那个酒吧也是有服务费的那种，所以就是在那里的人质量都还蛮高的，对，就是蛮高的。所以昨天我觉得就虽然花了8000块钱，花了8000多，但是昨天有一个愉快的一个夜晚，大家喝的挺开心的，然后还最主要的，我觉得昨天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我很珍惜，就是能遇到一些朋友，因为我觉得所有你认识的人都不白认识。我就这么说，今天的我白里屠夫身上会有很多朋友的影子。我昨天还特别感慨的说，我说，因为那个酒吧老板嘛，我说，哎，我说对我影响最深的其中一个人就是那个酒吧老板。那我跟酒吧老板那个时候，他酒吧在试营业的时候，我就来捧场，是朋友带我过来的。然后这个老板后期就我们关系就非常非常好，然后导致了我的人生，我知道酒吧老板是什么状态，知道酒吧是什么样，所以我才开了2家酒吧啊，是完完全全是开了2家酒吧，是因为这个酒吧老板的缘故。如果说我人生当中要没有这个酒吧老板，我怎么可能去在酒吧行业呢？对吧？所以我就说每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都会对你有很深的影响。是不是太正经了？这说的太正经了，好像在讲课。突然感慨了啊，就给大家聊天嘛，这菜真难吃。像我昨天我就那个刷到小大夫嘛，刷到小大夫，然后看到他那个拍的视频，底下有评论说，那个你现在拍视频是不是想让图图看见你的改变之类的？然后底下就有评论说，感觉金牛座都是那种喜新厌旧的，怎么样的啊？就他玩腻了之类的。然后底下又有一个人评论说，评论的啥来着？对，说百里想找一个势均力敌的人帮助他事业，但又不能能力又高过他的，你知道吧？我就说也太会理解我了吧？就是说这个，我说什么？就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是，说我其实是想找个条件好的，然后才跟小大夫在一起了。哎呀，能不能就说点真心话呀？能不能不是真心话？能不能说点事实啊？别在那块曲解我好不好？说我想找个条件好的，但是又不能比条件高过我的，那是什么？条件不能比我好，然后又条件好，那就是没多好嘛。
反正天天就在那块儿，就这些评论就在那块儿，哎呀，图图回北京了吗？回北京了吗？我现在就在北京啊，我现在就在北京。条件高不是好事儿吗？是好事儿，但是我这么说吧，我为什么就是我这些评论我会觉得很离谱嘛？因为本身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的条件算是还可以，就是我的物质还可以，我只能说还可以，就属于总总总总体来讲的话是中等人偏上的那种啊，所以我就因为你有了这些东西，你就不太会沉迷于这些东西，你懂吧？比如说你条件好的话，或者你就在感情的需求里边就没有说别人条件一定要好，一般都是说你条件不太好，然后你想往上走，那你会找一个条件好的。你像我的条件，我觉得我经济条件还算是中上等，那我就不太会找条件好的。第二点，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完完全全大男子主义的人。大男子主义的人不会找一个强过自己的人，或者说也不会找那种除非你是那种特别弱的有钱人，就是我的内心世界，我就不会找一个给我就是付出太多的人，我是更喜欢给别人付出的人，我是付出方，所以就说我什么想找有钱人，就是完全无稽之谈啊！而且我会觉得，就是有一些人，你不要因为我在我直播间里被我骂了，然后就到处黑我，就是你不要因为在我直播间里被我骂了，然后就到处黑我。最近小大夫发视频还蛮努力的，对啊，超绝宿醉，我宿醉了。我喜欢穷的嘛，我喜欢穷且上进的人，就是我喜欢那种穷且上进的人。我会觉得一个人上进很重要，就是一个人上进的时候，他身上是发光的。对，一个人上进的时候，他浑身是散发着那种特别特别强烈的磁场和光，你是完完全全能看见的。所以就是我喜欢一个人绝逼是因为这个人有人格魅力，对，绝逼是这个人一定要有人格魅力，因为我喜欢就是因为我能看到他的优点，我才喜欢他，我不会因为什么他对我好我就跟他在一起。你们还会和好吗？因为我近几年我就不打算谈恋爱了，我不太想谈恋爱了，因为就谈恋爱好累。你们你们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好的为什么在一起？等你们谈了一段感情，然后很用心的谈了一段感情之后，然后这段感情结束了之后，你们可能就也不跟我一样就不想谈恋爱了，因为你在这段感情里你消耗太多了，你没有东西再去别人身上消耗，或者说再跟这个人再去消耗。你就好比就是你跑完1500米，你跑完1500米，你就不会再去跑下一个500米，因为你1500米你就让你很累，你就需要歇一段时间，你才会去跑。对。对，就是，所以你们问我说
复不复合，而且我接下来就想去读书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蛮想读书的，因为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那还要提高自己哦。就读个影视啊，或者说读个小语种。我不学音乐，学导演啊，或者制片啊之类的，想学一学这些东西。主要还是跟对方沟通有问题。一个东西它是坏的，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的性格就是比较软弱的，你在认识他的时候，你知道他就是软弱的，你后期再怎么给他建立信心，他都会有这个隐患。就好比一个东西是一个水管是裂的，你后期你再去保养，它还是裂的，因为它是原始的，它就是裂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去？要不我们就不用水管，要不呢我们就找一个就是材质不会裂的水管，或者说就找一个不裂的水管。就是没必要。我觉得因为你谈恋爱，其实你不是说在什么，在教育别人。我觉得你要放过别人，对吧？你放过别人，你放过别人，你稍微这段关系里你就轻松一点，或者说你自己也轻松一点。这天天就是想着改变别人，我觉得太累了啊，太累了。这改变别人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太累了，你改变不了啊。就是，而且我的感情观一直都跟大家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不在乎结果，我更享受过程。有人说有人就是说你喜欢，就是你喜欢的人一定是合适的人吗？我说不是，我不太会计较说这个人合不合适我，因为我从来也没在乎过结果，因为我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情，过程很重要。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有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那我在这个追他的过程，或者说我俩在美好的那个过程，其实是我更需要的。后期的不开心，我其实都忽略不计。虽然说他也会给我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你们要知道，就是像我这种人，如果说他给我造成了伤害，反而是我的灵感。所以就是我在这方面是无解的，你知道吧？哎，谁要伤了我，我很难过。当我很难过，然后我又有灵感，我又开始写歌，我又开始这个做剧，然后又会特别努力。我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有人伤害我的话，我就是有那个想证明自己的那种决心。就比如说，可能他偷了我的东西，好，那以后我还是会
这个门不锁，但是我要证明，就是说我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这个事儿。就我一开始可能被偷东西我很难过，但是后期我还是不锁门，我就在这放着。你能偷到是你的本事，或者说一偷到了我也不介意，就完完全全是这个特别拧的人。对，小大夫偷东西了，这个狮子，你这种理解能力吧，就是，可能你应该把那个3年级语文再重新学一下啊。刚才我还跟小大夫说，我说，因为我俩还有微信嘛，我说你发视频可以，我说等看到你的变化，我也挺开心的。包括你们这2天有没有看那个小大夫直播？我就觉得小大夫的直播完完全全就是 copy 我的，对吧？你们能看见吧？就是他的直播的那种流程套路、讲故事，完完全全就是我的那个状态嘛，对吧？对，我说这都很好，我说你努力的再去就是表达自己，让自己就是外向一点，我觉得这都无所谓。然后我说你拍视频也蛮好的，但是我给他提了一个小要求，我说你不要把这个房子和车拍进去。因为我很心平气和的跟他说，我说你在拍视频的时候，你可以多拍拍自己，你不要拍房子和车。然后他说为什么？我说这是为你好。我说因为房子和车都不是你的，而且咱俩现在是分手的状态，你总发这些东西，别人可能会说你啊，你怎么就是在前任家，然后开着前任的车之类的，就是我怕到最后会反噬，你们能懂不？我就跟他说，你以后吧，你可以多拍拍关于自己的，对吧？多拍拍关于自己，比如说你的工作，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天天他就在那块拍车，拍那个房子，我说这个不太好，到时候肯定有人在那块乱说啊，所以我就说，那你以后别拍，因为我是跟他这么说的，因为他现在不住我那儿嘛，然后我不出来了嘛，然后那个。然后那个我就就是他就找了一个工作，找了一个我具体我也不知道，反正1个月能赚7、8千的一个工作。然后我说挺好的，但是我就说你先别着急买车，因为他的工作离他新房子其实有一点点远，离我住的那个别墅稍微近一点。我说那你就先就在家里住吧，因为我觉得就像个弟弟一样啊，就是他就在家里住吧。然后那个我说你头1个月啊，你先别那个着急买车。我说因为这个工作还不知道稳不稳呢，而且你转正了之后，或者说你1个月之后你再去买车，因为他上班他肯定需要买车的。我说你先开我车吧，这1个月啊，就是这样。医院那个工作有点可惜，医院的工作为什么可惜呢？这叫狮子的。你说这医院的工作为什么可惜啊？他在医院做什么你知道吗？你了解吗？你觉得可惜？医院是铁饭碗吧？谁告诉你医院是铁饭碗呢？
你都不知道，你都不了解，你说可惜有什么可惜的呀？你都不了解，你都不知道医院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知道在医院做什么工作，你也不了解他，你也不了解实际情况，有什么可惜的呀？上次说是行政，好，咱们就说行政，一个外包的，你外包是什么意思呢？外包是什么意思啊？一个月在深圳赚5000块钱，有什么可惜的呀？我就给那个小大夫我就给小大夫我就讲过一个事儿，我说你24、25岁的时候，是你人生最宝贵的时候。我说因为当时我是给小大夫付了一个首付买了个车嘛，我说看出来其实你对房车其实是房啊车呀你是很有向往的，对吧？我说但是因为你这个工作你可能一辈子你都买不起。你在不说在深圳了，就在老家他都买不起，因为他一个月就赚5000块钱，对吧？一个月就赚5000块钱，那在深圳的话，他还有车贷嘛，那车贷就3000块钱，一个月就2000块钱零花，2000块钱零花，然后他没事他还得吃个饭呐之类的，他不可能没有社交吧？就等于一个月能攒500块钱，一个月攒500块钱，500块钱你一年能攒5000块钱，10年能攒5万块钱，100年能攒50万块钱。我说你怎么买嘛？我说你这工作有什么用啊？我说我要是你的话，我宁可累一点，我都希望多赚一点。我说你这种想法，你就不要有买车买房的想法，你要有的话，你就要改变自己。你们能理解吗？就是一个人，我正常的人就是买车买房的话，我觉得这个完完全全，你们懂我的意思。大多数人都是贷款，对吧？包括我也是贷款，但是前提是我得有首付款。你像我买这个别墅的时候，我首付款80多万，我首付款80多万，那你有没有这个，对吧？你有没有这个首付款？你这个都是要考虑的呀，对呀。所以就是你看你又需要这些东西，然后你又不去改变自己，你又不逼自己，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然后当时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啊，你就不应该，就是他们跟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说，你就不应该让小大夫那个辞职。我说因为我跟他是伴侣，我很理性的去说，我说因为当时我跟他是伴侣嘛，我希望他过得好一点。在我的理解里，就是收入高，改变生活质量，这是好一点。而且他改变生活质量之后，我就轻松了，就是因为我们是伴侣。他要是改变生活质量，我就轻松好多，我就不用去在他身上投入，或者说他反过来会为整体我们2个人的家去做一些贡献。而且我就说了，我说因为他是有欲望的，我说当时我给他就是付了首付，我给他付了10几万吧。然后我就说，他要是一辈子在医院里工作的话，这10几万他都拿不出来，他10几万他拿不出来。但是他跟我在一起，我能帮他拿。但是我要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就要改变他生活的状态，
我就必须得让他努力起来，或者说就是有欲望。他之前是没有欲望的，我在没给他买车之前，他完全没有欲望。对，那你就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啊，所以我自然而然的会改变或者影响他，而且这个辞职的事儿也是他自己想清楚了，他就辞了。对，我就觉得还好吧。我说，人都需要有人去改变，就是你遇到什么人，就会改变你的生活轨迹。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儿，我们就是说的直白一点儿，就是现在的人，如果说你赚钱赚的少的话，一定是因为你不努力，一定是因为你不努力。你们要知道，一定是因为你不努力啊。李佳琦说的什么买不起眉笔，是因为你不努力，那我觉得不见得啊。那我觉得不见得，因为眉笔这个东西，有的人可能就需要便宜的，但是你要是想赚钱，但是你赚不到，一定是你自己不努力。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这个意愿，你也有选择，现在的选择机会好多。你就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例子，你像我前2天我去那个小微公司，就是北京不是都有那种就是传媒公司嘛，旁边就有贴那个招聘什么那个主播。然后我还问了一下小薇，我说，直播怎么样？他说还不错，一个月，如果说小大夫要是我的话，在北京他起码饿不死。然后我说这个直播多少钱？一个月能赚多少钱？我都想去了，就是你一定是因为你不努力啊，你想赚钱，你赚不到，那你不去改变自己，你怎么赚得到啊？就像很简单的例子，有些人他一个月就赚3-5千块钱 ，OK， 有的人我不想赚那么多，我就想有一个清闲的工作 ，OK。但如果说你想赚更多，然后又只赚3-5千，这个不成立。特别是你在小城市，如果说你想赚多一点，你完全可以去一线城市啊。一线城市，我觉得一线城市基本的一个工资都在5000左右吧。所以小大夫那个时候他的工资就是深圳的最基础，然后他还有买车买房的意愿，我觉得这个太荒谬了，对，太荒谬了。这个真的是年轻的时候多赚一点，真的好。反正我会觉得，我30多岁的时候，我感谢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很拼，然后很不安，很不安的状态。我很感谢这个状态，因为起码我的现在的话，我出去吃饭呐、消费啊，都是巴结我的一个状态，就是钱佣，就是钱左右，反正什么，反正就是，不太会说那个词，啊。那你深圳的房子呢？是固定惠州了？我深圳也有房子，惠州也有房子，啊，前拥后簇吗？啊，OK。深圳3000，不是，工资3000，非要攒钱买奥迪 A6。奥迪 A6是好车，我只能说是好车啊。奥迪的车，我觉得还蛮好的啊。所以其实有些人吧，他看重就是，我跟小大夫的事件，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他们看的是情感的纯度，
但因为我不是那个年纪了，我只能说，而且我可能谈过很多恋爱了，每个人的思考的角度不同，你再去说我在感情里的纯度到底高不高，或者说这段感情到底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已经说不出来了。起码我觉得我在这段感情里边，我是一开始是抱着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啊，后期可能就是有点力竭，我有点力竭了，就是没有力气了，就是不想教别人做事情，但是因为在感情的中途你发生了问题，你又不舍得分开，所以你就想 OK 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或者说改变它，但其实就不要改变别人，就你能做到的就是什么，他合适在一起，不合适让你很辛苦，分手就好，就不要去太累了。对，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很可惜嘛，我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们在一起1年半的时候，我们才出现了问题，这1年半的时候我才发现有问题了，所以也就你不去改变，你会觉得很可惜呀，对吧？你不去改变，你就觉得说，哎呀，好像你对感情，好像就是抱着那种分了垃圾不倒的那种状态，就是。家不是在深圳吗？所以呢，你问这个问题是想表达什么？家不是在深圳吗？是吧？你想表达什么？就你说话就是你要说清楚你表达的是什么。他要回家住吗？小大夫变成你心里所想的那种恢复和吗？我暂时我就是不想谈恋爱，能听懂吗？就我不想谈恋爱，能明白吗？就是我不想谈了，就是我谁也不跟谁谈，我不是说不跟小大夫复合，我是跟谁都不想谈啊。这回能听明白吗？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我在我直播间里就是有人说会复合吗？我是不想谈恋爱了啊。就没有说所谓什么复合什么什么啊。200米就干一把。你在说什么啊？子玉，你在说什么？哪有200块钱的了？你完完全全你在这个你说的那个是多少年前的价了？200米就干一把，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的价格。对对，没有这个价格啊。你行为果然在一起就会改变，是改变了，但不觉得晚了点吗？
我觉得小大夫，我就讲不清那个道理。我一开始就告诉他呀，应该怎么赚钱呐、然后什么事儿都，帮他做呀，他之前拍的视频都是我逼他拍的，我让他直播，我都是逼他直播，包括就是那个他有粉丝了。所以你们才会认识他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让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就跟我对抗，他不想做，他不做，他拖。然后现在分开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做了，就是，然后现在就是这个状态，然后很多人就让我俩复合，我觉得这是不是晚了点儿啊？就晚了点儿吧，是不是？我近几年都不想谈恋爱啊，哎，都没吃饭，主要太难吃了。我确实有点太事儿了，你了解我吗？我太事儿了。抛家舍业去北京，离广州那么远，主要房子定居在那边。没懂你是表达什么？不回广州了吗？我回呀，那我家在那边呢，我肯定会回呀。但是因为我俩刚分手嘛，他现在又住在家里边，我就不太想回去面对。去北京拍戏吗？没有，来北京就是房子是他的。你说咱们直播间里的人到底多大年纪？我跟你们这有些人，我就跟你聊不到一起去，我都觉得。就你到底多大年纪啊？你问的时候房子是他的，聊不到一起去，真的，这是。对，断断续续看，但是你常理来讲的话，你的逻辑性，你说话的逻辑性，就比如说，你说房子是他的，他怎么可能这个年纪会有一个别墅呢？这个逻辑性它不通啊。你也不知道房子是别墅啊，那你知道什么呢？你想聊什么呢？你啥都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对一件事情你完全不知道，那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就是你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就讲逻辑性嘛。拉到赞助了吗？没有，现在经济这么不好，谁会给你赞助啊？现在大家都没什么钱，那我这次我就自己掏就好了。我自己其实
也有一点点啊。我想知道人有没有来世，玄学我不懂啊。最后你已婚的可以处对象吗？你想处就处呗，你就说这个叫狮子的，就是这个叫狮子的这个人呢，我就觉得你太奇怪了，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我觉得你就是你那什么，就是你挺让我上火的，就你问的问题呀，你是太无聊了，那我把你拉黑了，你就不无聊了啊。就是你别再挑战我啊，你不要挑战我。每天哦，好，谢谢新之助。白头发越来越多了，心疼你？不用心疼我，不用心疼我。你心疼一下自己，你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你像我们有车有房的，对不对？不用心疼啊。你头发白了怎么样呢？这个不是自己应该受的吗？对不对？对不对？你经历了东西，你干嘛要心疼别人？对不对？别人该经历的东西都是他经历的啊。昨天刷到小大夫直播了，变得更好都会伴随痛苦，怎么克服？就你这个脑子吧，你没事，你就是把脑子敲坏了，或者说就从12楼跳下来。我觉得你就是应该做这样的事儿，你就一身轻松，对，你就不就是你就算伴随着痛苦，你也对，就他精神有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叫狮子的，就跟他交流吧，都觉得浪费时间。对啊，你真的你没事儿，你就是你现在国家也没有安乐死是吧？对啊，他这很难聊，你知道吗？他很难聊啊，现在没有安乐死，对吧？太奇怪了，你跟他聊天我都。对，没有安乐死。没有金牛座的专辑啊，我没有金牛座的专辑。我啥时候有金牛座的专辑啊？大虎还联系吗？大虎消失了，好像抖音也注销了，是不是？对，他消失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是我们还有微信啊。最初的说散就散，那就很早期了。那个说散就散的那个，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个视频，后来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是
群里边总发啊，对，消失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们还有微信，但是不太会互动。对，相反就是我最近跟龙二，因为我不是要打算出国留学嘛，然后我就会问一些龙二的，因为我觉得龙二的那个国外生活的经历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我就问他，他给我很多的建议，然后对我们还约一起去日本，溜达溜达走一走，对，有这个想法，但是就想让自己换一个环境嘛，就想让自己换一个环境，然后对对，电影是的，所以说这段感情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带来了逃避。现在闹成这样，我觉得不是说闹成这样，是我自己可能，第一段感情超过2年，所以我就哪怕结束了，其实还是说想换一个环境，对。小大夫能忍你这么久，挺厉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叫张建国，这个叫张建国，就是刚才也在说一些东西。这个张建国，我是有骂过你吗？还是怎么的？你为什么在我直播间挑衅我呢？我凡事太较真儿了，就是你为什么说这心里话？你了解我吗？就你了解我多少呢？张建国，你为什么来点评我呢？你有了解过我吗？你为什么来我直播间来，就是那种挑衅？了解点皮毛，那你就是不了解啊！你不了解，你为什么说我凡是他较真儿的呢？你这不就是觉得？那你为什么会就是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呢？就你为什么对我有敌意呢？因为你看他肯定是有敌意的，不然他会说什么？他可能会说，哎，我分手了，怎么地啊，就怎么样的，就还好。但是他会站在小大夫的角度去就是诋毁我，或者说就是有点攻击我的意思啊。你这个还站在小大夫的角度去诋毁我，这为什么呢？你是喜欢小大夫吗？这个张建国，你是喜欢小大夫吧？就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说说你的出发点，你为什么会你在我直播间里就是诋毁我，你的出发点是什么？觉得你盲目自信，凡事较真儿，不好相处。这不是你诋毁我的原因呐，这不是你诋毁我的原因，就是你真正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既然你在我直播间里就是已经聊到这儿了，那你就说说你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是我现实当中肯定跟你不认识，那是你在我直播间里被我骂过，还是你喜欢小大夫？我觉得这2点可能比较 OK， 对，就是你一定是有个出发点，你为什么不能直视呢？
啊，就是你要直视这个事情，你是单纯的就是肯定是我得罪你了之类的啊，没关系的，你要就是直面这个原因啊。就你没有勇气去面对吗？就是我不太懂啊，就你就说说，就是你为什么在我的直播间里就是攻击我、诋毁我？我觉得这个很，你要你就直接说就好了呀，说不出来，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还是你怎么了？咳嗽是因为前2天我发烧了，感冒了，然后就是一直就是喉咙会有痰啊之类的，就咳不出来。啊，张建国，张建国还在吗？其实我真心就觉得说，有些人你来攻击我呀、诋毁我，你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就是我这还没开始反击你呢，然后你这不说话了啊。就真的，我就说，所有人就是讨厌我一定会有原因。那你讨厌我的原因是什么？我骂过你，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既然来我直播间的话，你肯定是，曾经知道我，或者说曾经对我有点感兴趣，对吧？那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你不会来我直播间啊。走过路过，你可能刷到就走了，完了你还专程来点评我2句，攻击我，试图挑战我的那个忍耐力，那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啊。真心话就是你做很多事情你是有原因的，走了吗？张建国是走了吗？你们看一下，张建国是走了吗？我都不会看张建国走没走。应该走了，我也不会看呢。虎二也不更新了，那不更新正常，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在网络，不会长期在网络，因为网络其实占比不一样，就像有的人不谈恋爱也是一回事儿，就是很多人他恋爱在生活里占比也不是特别多啊，网络在生活占比也不是一定要多，所以人家不更新，我觉得是可能生活可能很充实。蛮火的，我直播间里这样尽量不要聊别人啊，就尽量不要聊别人，因为我觉得咱们是背后说不太好，关于我的咱们聊一聊啊，不关于我的咱们别聊啊，这个很忌讳，对，很忌讳。下次再来，好。因为有的人会就是说传话的时候又不太
说的又不太精准。对。因为我私底下跟小大夫聊天嘛，我就说那个我说那个到底那个就是直播间里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他说说什么话？然后我就说我直播间，因为直播间里有人就是在递话嘛。然后他说我没说过这种话呀。我说哦，那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俩的直播间会有人在挑事儿嘛，对吧？就是挑事儿，有的就是巴不得我俩分的那种，然后就是就互相就说他在背后说你怎么样，你在背后说他怎么样，反正就互相挑。完了，小大夫就说：“哎，挺冤枉的。”后来小大夫才把群解散的。他之前有个群，他觉得就那个群里就大家在挑事儿，所以他就把那个群解散了。所以就是你看网络世界，网络世界真的就是有好多段圈子里的感情都敌不过这些变态。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的那个网友，他不希望你幸福的感觉，他不希望你这么幸福，他一定要把你俩挑黄。这个是一个病态啊，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病态啊。先不打扫，你给我2瓶水吧。我们一会儿就下班了。没事，我今天我也不打扫，房间不扫。你帮我把这个垃圾扔。行。那里有垃圾吗？这有。那些垃圾都不用扔，主要是这个好吧。水没有啊？有，稍等一下。其他的那垃圾桶会有人放吗？那都没有。纸不用吗？那种无所谓，那个就是还好。够吗？再喝，对，谢谢。再来给不用了，够了，完全够了，谢谢啊。好的，咱们关上了啊。好嘞。见不得别人好，我不太能懂，就是别人过得不好，你自己也不受益呀。很多网友他的心理我不太懂，就是比如说我再去就是做一件事情，肯定是要对自己有利，我就去做。但这帮人呢，他可能就是别人分不分也不会轮到他，他也享受不到利处啊。就是我不太懂这个，还蛮累的啊。就反正我这个年纪，我都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做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事儿，对呀，就起码就是跟自己相关的事儿，你做一做还行。没有联系，你做它干嘛？对吧？好处就是看到你失败，人家就开心，但跟他也无关呢。
就失败了，对你，难道我失败了，他就能成功了吗？或者说就是，就我不太懂，不太懂。很多人就是我不太懂。这一定要有一个联系，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伤害过他，或者说，因为我知道我脾气不好，我可能在直播间里可能就骂过他，得罪过他啊，得罪过他。我觉得这个是有，还能理解的事儿。那我不太懂。寂寥星火，你真是个变态！你这种变态赶紧拉黑啊！拉黑了。啊，发际线上移了，人老了呀。我之前发际线在这儿，我之前没有额头的，我在这儿，我之前。你就这几年他老了呀，他蹭往上走了。你们那个时候我因为没有额头啊，我很自卑，我就觉得人家都有一个饱满的大额头，我没有，我就觉得我好自卑。哎，一下就上来了。谁也别在那块猖狂了，对吧？有了额头，我觉得现在还蛮好的。我觉得现在的额头是正好，但是因为我的额头它比较扁，就是它没有那么鼓溜。我还蛮喜欢那种大额头，然后两边鼓，就是额头比较鼓溜啊。我之前发际线很低，我之前发际线就在这儿啊，发际线就在这儿，就是我没有额头的啊。刚才有人说后边那是俩筷子吗？聊不到一起去，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我真的是问我说这后面是俩筷子。北京下雪了吗？没下吧？没下。对，原来发际线很低，是的。阴天，对，北京是阴天的。今天我其实我这次来北京，其实最主要的缘故就是有跟朋友约了个饭，跟朋友约个饭，然后呢，还有就是今天晚上是那个崔云峰的专辑首唱吧，对，今天晚上是崔云峰的就是什么首唱会，他出了一张新专辑，然后因为我跟他的老板就认识很多年嘛，然后上一次我来北京的时候跟他老板吃饭，然后就说到了，我说那行，那我去，我本来我是想着说我支持一下，我就说我想买张票，后来那个他老板就说，哎，买什么票？我给你留票，就是让我去，对吧？那我肯定得来了，对吧？那我肯定得来了，人都，他要不给我留票的话，我说不定我就不来了。那人家都给我留票了，那我一定会来的，对。而且我会很少参加这种局，那我说我来见识见识，对。所以我就，哎呀，从家里飞过来的，专程跑这么一趟。
他唱的没有你好听，不要说这种话啊，不要说这种话啊。我觉得首先就不要拿来做比较。第二点呢，你这句话就好比就是说，我觉得这挑事儿啊，有点挑事儿啊，就不要说这种话啊。对，不要说这种话啊。我会觉得他音乐性比我专业太多了啊，这个真的是你干什么呢你？对，不要说这种话。你比如说，有的人他现在就喜欢刀郎，我说你喜欢刀郎到底是因为他的外在还是他的歌啊？因为现在刀郎弄得跟同性恋似的，对吧？刀郎现在的那个外形啊，跟同性恋一模一样，就是圈子里好多人都是刀郎。那你到底是喜欢他的歌还是喜欢他的外在？你要分得清。那刀郎现在就是喜欢那个大叔的那种胖子大叔的，都喜欢刀郎啊。你到底是喜欢他的音乐还是喜欢他的外在？你是因为他的那个外在去喜欢他的音乐了吧？啊，喜欢，对啊，他那个长相就，对吧？就是你可以因为，包括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评论，就是在意我那首歌，就是我不是抖音上发了那个一个视频嘛，然后在意我那首歌，然后就有人那个评论就说，我觉得龙二唱的比你好听。我不是说龙二唱的不好听，但是龙二怎么可能唱的好？就是因为龙二他是在那个歌里，就是在那个剧里边唱的这首歌，而且收音也不太好，怎么能唱的比我好听？就是你就是喜欢龙二，然后你觉得龙二唱这首歌唱的比我好，但是你有前提就是龙二你更喜欢他。那你要从唱功来讲的话，那你就肯定，那他是一个他是我那个是录音棚，他是那个现场唱的，那他怎么可能比我好听？你是个人你都能，是个人都能知道，就是说谁好听，这个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对吧？那你要从客观的角度的话，他不可能啊，所以就是我跟龙二都唱过这首歌啊，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啊，一定要说谁好听吗？你就是喜欢龙二就好了呀，你干嘛就说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有说你的歌像其他人的歌，对呀，就有评论区里边有的说我那首歌跟那个《古剑奇谭》《古剑奇谭》的那个一首歌特别像，我说啊，这是关键，有人还在点赞，这那条评论有人在点赞，说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冒犯啊，我觉得你这首歌有点像别的歌，然后有人还在那点赞，这是哪里像了哪里像了，你就扒开这个音，就是它的那个旋律，你五线谱你拿出来对照都没有像的，这个就纯粹就是个人感觉啊。刀郎还不好看，我没有说刀郎不好看，我说你要就是很多事情你要搞清楚，你到底是喜欢他的歌还是喜欢他的长相，你不要就在那块就是混淆很多东西，很多人他就混淆一些东西，我不太理解这样的行为。刀郎不好看，他也没有到好看不好看的程度，我觉得他很顺眼啊，刀郎很顺眼，就对吧？
你要说他多好看，怎么样的，那每个人见解不同嘛，对不对？对，就是，但李茂与罗勇这首歌，我觉得龙二唱的比我好。其实我在听李茂与罗勇的时候，我一到我的那个就是一到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皱着眉头。听他唱的时候，我就挺开心的。就因为那首歌吧，那首歌写的时候是按照我的 key 去写的，但是我跟龙二的 key 不一样，所以我就说，龙二唱我的 key 有点低，因为我的 key 是比一般人要低的，龙二唱我的 key 他就觉得有点低，我说那我升一个 key，然后升了一个 key 以后，我唱就有点高了，所以就是我在听那个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是舒服的，但是我的声音就是有一点点勉强，所以就是这首歌，我觉得，这没办法，我反正我现在就规避这首歌。我喜欢龙二吗？什么是喜欢？你告诉我什么是喜欢？就是喜欢的，你觉得的定义是什么？就比如说你说一个细节，因为我的喜欢的理解跟你还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就是你说说，就是你觉得你就直接问，你就说，哎，你想跟龙二怎么，就是你可以问出来具体的事儿啊，你不要问我说你喜欢他们，喜欢分很多种啊，对不对？为人处事，那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他的为人处事，但是前期不喜欢，我前期非常不喜欢，因为龙二是一个特别逃避的一个人，就是他很多事情他不想做的时候，他不跟别人沟通前期他就特别爱逃避，后期为什么我跟龙二就是关系缓和，因为他合作了3部作品之后，我了解他的个性了我了解他的个性了。后期我觉得我跟龙二的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俩关系变好了呢？因为我就是摸透他了，我在现场我就是就是我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做的，就是因为龙二他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他需要事事都有别人回应他。但是因为我可能就比较大男子主义然后就可能就是总忽略，我是神经大条的人，我就忽略他，所以前期我们的关系就是没有那么好。后期我了解他之后，我就开始他跟我说什么事儿，我都说好，然后我就马上就做。比如说现场比如说现场那个就是会给他绝对的特殊待遇就是在现场我就给他营造一种就是说龙二我要尊重他，所有人都要尊重他，然后他说什么我都同意，就这种情况下，然后就关系就快速的就好起来了，然后逐渐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场合他比较舒服，然后他就会主动去跟你去沟通，就是你先要给他营造一种就是全世界都是爱我的，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敞开心扉了。跟龙二的相处方式，我是逐渐的去了解的。一开始我都觉得说，大家都年纪这么大了，对不对？那你，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就是没有太在意这些东西。我从来也没这么哄过小薇，到现在还在蛐我说，为什么龙二每次他都可以坐头等舱？因为我给他订机票，我给龙二都是头等舱。小薇就蛐我，包括小薇昨天还说呢，说以后我那个怎么样，我也要坐头等舱，就是他说我也要坐头等舱，那蛐我。这你一定要对龙二好，我觉得这个是跟他在一起的相处之道，你要让他完完全全的舒服的状态，然后他就表现出他爱世界的那种状态。所以前期我是不太喜欢的，我可能是也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神经大条，对。疼。不回应他就闷着是，他完完全全是不回应他就闷着，他就不跟你不跟你表达，然后遇到他不想做的事儿的话，他就逃避了。他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跟龙二，如果说跟龙二就相处，你是要很用心的，对，你跟他相处是需要很用心的去跟他，就是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他的想法是什么，对，跟谈恋爱似的，哎，跟他在一起就跟谈恋爱似的，你就必须得，你就得，等会儿咱们这场戏啊，那个你这件衣服你可以换一换，因为这个场景穿黑色的会好看一点。然后等我拍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块砖给你垫上，因为你等会儿跟别人站一起，你矮太多了，观众可能会就对。然后等会儿你稍微收一点点肚子，好不好？收一点肚子，这样会更好一点。对，是这样的。然后他就会非常开心，就演戏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是散发着光芒。但你要不关注这些东西，你就觉得他演戏的时候闷闷不乐。他是完完全全你得给他情绪的，可爱的一个人。但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大男子主义的人啊，对这种事儿吧，乐此不疲。对，就还蛮喜欢，就做这种事儿的，可好玩了，你知道，跟他在一起。跟小薇在一起我就不会，跟小薇在一起我们就是完完全全是朋友的关系，有的时候也说话啊什么的，就是那种状态啊都会比较随意。而且小薇是我这么多年就交的比较好的朋友的其中一个，就是小薇个性很好，但是听说她在感情里个性不好，但是她在朋友就在我这边，她其实我觉得小薇也是很依赖我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我们每次我带她出去饭局啊酒局啊，她都跟着我。她可能她自己在那儿，她就有点尴尬怎么样，反正她就跟屁虫一样，我到哪儿她到哪儿，我到哪儿她到哪儿，是那种。小薇也是可爱的，我身边的人其实能跟我走得近的人，其实我觉得还
挺少的。我本身我这人挑剔，我这人就特挑剔。因为我觉得谈恋爱也好，朋友维系也好，都需要精力，还有不值得的人，你花那么多精力去在他身上，就好累的。行了，我播会儿得了，完了我再躺一会儿，晚上我要去那个看崔云峰的首唱。拜拜。